家好久不见。我上个星期在和一个新学生上课的时候，我说你好，我叫马丽华，你也可以叫我马老师。你现在可以做一个自我介绍吗？ Introduce yourself。 但是他想了很久，他不知道要怎么样说，怎么开始。所以我在想，如果我做一期用中文怎么做自我介绍，这样你和新朋友，比如说中国的朋友见面，新老师见面，同事，或者说演讲，或者说公司面试的时候，有可能你都可以用上。好的，那我们一起看吧。第一个部分，我们会说一些比较简单但是非常实用的句子。我看了很多视频，然后发现大家想的是一样的。比如说，我可以说我自己，然后我们会说到哪些呢？我叫马丽华，我是中国人，我在山东长大，我是中文老师，我喜欢游泳。好，这些句子非常的简单，但非常的实用。如果你是 HSK2 的水平，那这些句子已经够了，让你可以和别人说话的时候，告诉别人你是哪里人，你现在在做什么，你喜欢做什么。好，那如果说你想让你的介绍更有意思，内容更多，或者说你的水平到 HSK3 到 HSK4 的时候，这时候你会怎么样介绍自己呢？如果你的中文水平在 HSK3、4或者说3、4以上，这时候你如果想让自己的自我介绍更有意思，那我们可以先从名字开始。关于你的名字，如果你有中文的名字，这时候最常见的是我们把名字和一个有名的人联系在一起。比如说，我叫马丽华，我有时候会说我的叔叔是马德华，但不是真的。如果是中国人，他们会知道马德华是一个演员，他演过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电视剧，是在《西游记》里面扮演猪八戒，很幽默的一个角色。好，这时候大家会觉得有一点幽默。但这时候，如果你没有中文的名字，你可以介绍你原来的名字，比如说你叫 Jack， 哪一个 Jack？ 你说泰坦尼克号里面的 Jack 也可以。所以这是一种方式，把你的名字和一个有名的人联系在一起，然后会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表达。下一个部分，我说到我是中国人，我在山东长大。所以关于这个你在哪里出生，每一个地方会有不一样的特点，也可以说是刻板印象。好，那比如说我在山东长大，好，我是山东人，但是我的酒量不好，因为大家会觉得山东人很能喝酒，但是我不能喝酒。好，还有比如说，如果说我是法国人，大家能想到我要说什么吗？你可以说，比如我是法国人，但是我不浪漫，或者说我是法国人，对，我有一点浪漫。好，所以这时候可以利用一些地方的特点，去告诉大家，让大家更快的记住你。好的，下一个呢是说到年龄，因为在中国很多时候会问你多大了？你的年龄是多少？这时候我们可以学习生肖，生肖里面有12个动物，
别人问我的时候，他们问你多大了，我会说我属狗。好，这时候大家你多大了，所以他们可以猜出来我多大了，然后我们开始讨论。他说他属鸡，他属猴，然后这样可以开始一个话题。如果你告诉大家你的生肖，大家会觉得你知道的很多关于中国的文化，是不是？在介绍完你的名字，你来自哪里，你的年龄，如果你觉得这里面有一些内容是你的隐私，你不想告诉大家，那你可以分享你喜欢的东西，你的爱好，你可以和大家分享电影，分享你喜欢的东西，分享食物，你喜欢吃的东西。我们说，如果你分享吃的东西，在中国有很多很多可以聊的东西。你吃辣吗？你喜欢吃面吗？你喜欢吃火锅吗？北方和南方吃的一样吗？有很多很多可以聊的话题，并且在我们的问候语里面，我们也有一个，如果你出门看到了别人，会说：“哎，吃了吗？”好，那这是关于吃的。然后你也可以聊电影、聊电视、聊你喜欢的音乐，如果是你喜欢的都可以，都可以。那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在和别人介绍的时候，或者说比较常用的是2个句子，就说我非常喜欢吃火锅，大家如果吃火锅的话，可以叫我一起。还有第2个是，我会说我非常喜欢看《三体》这本小说。我已经看了好几遍了。这些话题都非常的在中国的这个环境里面非常的实用，可以作为自我介绍的时候使用。好了，关于个人的介绍，我会说这些。当然，这些只是一种情况，我举的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，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来介绍你自己，完全没有问题。好，这是关于个人的介绍。如果是和同事或者说和工作有关系的介绍，这时候会又正式一点。如果这时候除了上面所说的内容，我们也会加上一些，比如你的专业、你的学校、你的工作经历这一方面的内容，还有加上现在有时候会面试一些中文老师，我可以通过他们的自我介绍，然后想他们说了一些什么，我需要哪些信息，然后大概的话会有下面的这些句子，我会把这些句子放在这里。我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模板，一个比较简单的模板，大家可以用这个简单的模板来看一下，然后学习。大家好，我叫 Vivi， 我是英国人，我是伦敦大学毕业的，我是2020年毕业的，我的专业是服装设计。毕业以后，我在上海找到了工作，所以我来上海了。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，我的工作是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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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时候你可以介绍你的工作，比如说介绍你的同事，介绍你的团队，介绍你的老板，介绍你做过的项目，好，都可以。然后去丰富你的工作内容。说完工作内容，你也可以加一句：除了工作以外，我还喜欢爬山。我也很喜欢其他的户外运动。那么这么一个简单的和工作有关系的自我介绍就说完了。这里面如果你看的时候，有可能你也可以看到我用了一个结构，是什么什么的结构。这个结构在自我介绍的时候非常的常用。我们以前也做了一个视频，
大家可以看这一期。好的，那么这个视频我就说完了。你看完这个视频，是不是觉得自己可以尝试用中文做一下自我介绍了呢？好的，那我们下次见吧，拜拜。